二黑这小子进去了2年，出来的时候人反而精神了，随便往哪儿一坐都威风凛凛的。华哥给他接风的那天，他喝了很多酒，大概有1斤上下，4、5种牌子，2、3种颜色，最后又用2瓶啤酒清了清嗓子。那一天好多人都趴下了，二黑却稳如磐石。他一杯又一杯地往下灌，脸上还挂着说不上来路的微笑。他脸上的颜色一点儿也没变，倒是额头上的那块长疤发出了酒光。进去的时候，二黑的额头上没有疤，现在有了。1斤酒下肚，二黑额上的长疤安安静静地放着光芒。我们轮番向二黑敬酒，他并不和我们干杯，我们的意思一到，他就痛快地把酒灌下去。华哥那一天好像多喝了2杯，人比平时更爽朗了。他当着大伙的面高声说，他决定把上海路上的333酒吧丢给二黑，每个月交给他几个水电费就拉倒了。华哥有钱，他不在乎333酒吧的那点零花，不过华哥肯把333酒吧丢给二黑，多少表明了二黑的面子。333酒吧可是有名的，艺术家们弄女人大多在那儿，女人们想上艺术家的床，不在333酒吧走一遭是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的。二黑这小子有福，一出来就能挣上很体面的钱，等头发和胡子的长度都到位了，他当然也就成了艺术家。我一直忙，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都没有和二黑联系。有一天深夜，大约2、3点钟吧，二黑突然呼我，让我过去坐坐。我正在乡下为文化馆拍摄一组宣传照片，离城里有好几个小时汽车的路程呢，我只能告诉他去不了。不过我从二黑电话的背景声响上知道二黑的酒吧生意不错。我说改日吧。二黑说改日。二黑用老板兼艺术家的腔调对我说，改日就改日吧。一晃又是好几个月，城里头的日子经不起过，这个大伙儿都知道。我突然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坐坐，都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。我想起333，11点钟正是333的早晨，是一天刚开始的时候。我一进333就被名贵烟酒的气味裹住了，许多艺术家的眼珠子正在这里闪闪发光。我到后间和2楼找了一通二黑，他不在。其实这样更合我的心意。我找了一张空台坐下来，开始喝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我喜欢看艺术家的长相，他们的头发、胡子。我还喜欢听艺术家的笑。大约在深夜0时，也就是一个日子与另一个日子相交接的性感时刻，一个漂亮的丫头走进了333。这绝对是个丫头，不是已婚女人。和我一样，她到后间的门口张望了片刻，随后就在楼梯边上的台子上坐下来了，也就是我的台子。她气呼呼的，可能在生什么人的气。她叉着2条腿，不停地用舌尖舔上唇和门牙。后来男招待端上来一杯东西，看样子大概是西洋酒。这丫头一定是常客，她和333有默契。再后来我们就对视了，因为我一直在看她。这丫头犟，她以为我会把目光让开去，可是我不。
他就那么盯着我。